最近我哋去咗威爾斯第3大城市，位於南威爾斯嘅 Newport 玩咗2日。喺成個英國至少有13個地方都係叫做 Newport， 其中有2個呢就係有火車站嘅，所以如果大家係計劃緊去 Newport 玩嘅話，買火車飛嘅時候就要睇清楚啲，唔好買錯啦。Newport 係位於威爾斯首都 Cardiff 同埋英格蘭城市 Bristol 之間嘅一個地方，同好多其他城市一樣，都係沿住一條河流去發展。River Usk 就係一條由北向南貫穿住 Newport 市中心嘅河流。為咗方便呢一個城市東西兩邊嘅人同埋貨物去流動，起橋就成為咗發展 Newport 好重要嘅一環。根據記錄 ，Newport 嘅第一條橋係石製嘅拱橋，而位置呢就係喺 Newport Castle 附近。不過呢條橋後嚟就拆咗，重新起咗而家喺市中心嘅 Newport Bridge。至於第2條橋就係位於 River Usk 嘅河口附近，建於1906年嘅 Newport Transporter Bridge。呢一座橋同我哋今時今日所用嘅橋有好大嘅分別。呢一款橋嘅出現係喺19世紀，佢嘅設計就係喺橋上面裝上吊箱，然後將人同埋車運送過河。而我哋今次旅程嘅第一站就係要去見識一下呢一座橋啦。喺1900年代 ，Newport 係一個好繁忙嘅港口。當時大部分嘅市民都係住喺河嘅西岸，佢哋每一日都要行差唔多4英里路，經過市中心嗰一條橋先至可以過到去河嘅東岸返工。再加上 River Usk 係一條喺潮汐期間水位變化好大嘅河，所以跨河嘅渡輪服務並唔係最理想嘅選擇。就係咁，呢一款 Transporter Bridge 就成為咗又唔會限制河流上面運行船隻嘅大細，又解決得到當時社會需求嘅方案。不過隨住發展，呢一座橋嘅可容納車流量慢慢就趕唔上時代嘅步伐，所以亦都逐漸咁樣減少使用。而家全世界同類型嘅 Transporter Bridge 已經拆剩唔多過10座㗎啦。作為 Newport 嘅地標之一，呢一座橋而家進行緊維修。隔籬亦都起緊一座新嘅 Visitor Centre， 主要係為咗保育同埋展示翻呢一座具歷史價值嘅橋梁。希望下次再嚟可以試下用呢一條橋過河，親身體驗一下100幾年前嘅智慧工程。翻嚟到市中心，我哋就嚟到 Newport Market。呢一座嘅市集外觀雖然望落去唔太起眼，但係其實佢好有歷史㗎。Newport Market 嘅歷史可以追溯去到19世紀初。而我哋今日見到嘅呢一座建築物就係建於1854年嘅，至今已經有超過170年嘅歷史㗎啦。近年呢一度進行咗大規模嘅翻新，喺2022年重開，成為咗一個結合咗古老建築同現代設計嘅 market。行到入嚟喺正中心嘅區域呢，就係一個 food court， 喺呢一度有唔同嘅特色餐廳，提供唔同國家嘅美食。而外圍亦都有小食店同埋賣其他商品嘅鋪頭。我哋喺呢一度嘅 food court 外圍見到有一間係由一對韓國夫婦經營嘅韓國料理店。由於我嚟咗英國之後真係好耐冇食過韓國菜啦，咁所以呢，我哋就嗌咗一份韓式飯卷、熱狗棒、牛肉炒粉絲同埋韓式拌飯去試下。佢哋煮嘅每一道餸都好好味，勾翻起我以前去韓國旅行嘅回憶。呢一對韓國夫婦非常之熱情，仲同我哋傾咗好耐偈，感覺特別親切。另一間推薦嘅就係專門賣意大利菜嘅鋪頭。我哋喺呢一度嗌咗一份名為 The Godfather 嘅肉醬意粉。佢哋將 Rigatoni Pasta 通心意粉煮得啱啱好，口感彈牙，而且醬汁濃郁，絕對值得一試啊！喺 Food Court 呢一度仲有好多其他嘅美食，例如有希臘菜同埋墨西哥菜，亦都有波蘭菜。波蘭餃子係波蘭具代表性嘅傳統美食之一。今次我哋就試咗鴨肉餡嘅波蘭餃子。呢一間鋪頭呢，就選擇將餃子嘅外皮煎到金黃色，食落去其實有啲似餃子皮比較厚嘅鍋貼。食完正餐，梗係要睇下呢度有啲咩甜品啦。喺 Newport Market 呢一度選擇真係多到唔知揀邊樣好，由傳統嘅威爾斯食物 Welsh Cake 去到色彩繽紛嘅 Donut， 通通都有。
如果你喺 Newport 唔知道去邊度食嘢好嘅話，不如嚟呢度行個圈，睇下有冇邊一款啱你口味啊！食飽飯之後，我哋經過 Newport 市中心嘅一個商場，行咗一陣街之後，就過咗去對面馬路，沿住 River Usk 散步。喺呢度嘅河邊有一座叫做 Riverfront Theatre and Art Centre 嘅藝術中心。再行前多少少就係一座非常之搶眼嘅大型紅色雕塑 Newport Steel Wave。呢一座雕塑有成14米咁高，足足用咗50噸嘅金屬薄板打造而成，象徵住 Newport 長期以嚟鋼鐵製造業嘅歷史。其實喺 Newport 入面，仲有各式各樣大大小小嘅公共藝術品同埋雕塑等住你去慢慢發掘。我哋再繼續沿住河邊向住北面行，會見到喺兩座橋嘅中間有一啲石建築，呢度其實就係14世紀中期興建嘅 Newport Castle。如果你行到上去橋上面望過去，會更加清楚咁樣見到3座嘅塔樓，佢哋其實就係屬於 Newport Castle 城牆嘅一部分。不過城堡而家因為安全嘅問題，所以已經圍住咗，唔可以行近去觀賞啦。行程嘅第2日，我哋就嚟到 Newport 外圍一個歷史悠久嘅小鎮 Cullean。由 Newport 嘅市中心搭巴士嚟到呢一度，大約係30分鐘嘅車程，非常之方便。Cullean 雖然係一個小鎮，但係喺古羅馬時期呢一個地方嘅地位其實非常之重要。當時羅馬帝國為咗入侵同埋控制威爾斯地區，喺呢一度建立咗一個好重要嘅軍事據點。係羅馬帝國喺英格蘭同埋威爾斯地區入面其中一個最關鍵嘅軍營。直到今日 Cullean 呢一度仲保存住3個非常之珍貴嘅羅馬遺址，包括一個羅馬浴場、一個競技場同埋軍營遺址。一嚟到 Cullean， 我哋首先就去咗參觀 Cullean Roman Fortress Baths。呢一座古羅馬浴場遺址上面，而家起咗一座保護建築。同時亦都係一間小型嘅博物館，喺呢一度入面保留同埋展示咗古羅馬時期士兵嘅生活點滴。成個浴場其實係分為戶外同埋室內2個部分，戶外係一個凍水嘅游泳池，而室內就設有凍水同埋暖水嘅浴池。而家喺現場可以見到地板上面分別用咗藍色同埋紅色嘅燈去標示出冷暖區域。沿住遺址上面嘅木橋慢慢行，兩邊都設有模型同埋資訊牌，可以一邊欣賞住遺址，一邊了解古羅馬士兵嘅生活同埋日常。雖然呢度係叫做 Roman Baths， 聽落可能會令你諗起英格蘭城市 Bath 嗰一個著名嘅浴場，但其實呢2個地方係冇關係㗎。喺 Cullean 呢一度嘅浴場係屬於軍事設施，係專門俾駐守喺呢一度嘅羅馬士兵使用。規模亦都相對嚟講比較細，亦都冇天然嘅溫泉。呢一度用嘅水全部都係靠人工加熱嘅。參觀完羅馬浴場，出返嚟行大概2-3分鐘就會嚟到 Roman Legionary Museum Cullean。呢一間博物館係專門介紹古羅馬時期嘅歷史，展出咗大量嘅文物。雖然呢一個博物館嘅空間唔算太大，但係展品都好有歷史價值。包括一啲士兵嘅盔甲、武器、錢幣同埋生活用品。博物館入面亦都有一間房係還原咗當年古羅馬士兵軍營嘅房間環境，同我哋跟住落嚟會去睇嘅軍營遺址有直接嘅關聯。而喺博物館嘅室外，亦都有一個設計得好靚嘅小花園。呢一度係參考咗古羅馬嘅園藝風格而建成嘅，喺呢一度亦都種咗一啲由古羅馬人帶入嚟英國嘅植物，包括百里香同埋薄荷等等。離開博物館之後，我哋就行去睇古羅馬競技場嘅遺址。根據推測，當年呢一個競技場大約可以容納5000至到6000人。而家保留落嚟嘅主要係地底層嘅結構。仲可以睇得到以前用嚟出入嘅通道同埋樓梯。喺現場嘅遺跡其實可以清楚咁樣睇得到，成個競技場係偏橢圓形嘅設計，幾特別㗎。
Killian Fortress 同其他古代軍事要塞一樣，都係有城牆去圍住，而呢一座競技場就係起喺城牆嘅附近。直到今日，呢啲城牆仍然有部分保留咗落嚟，屹立不倒。望住呢啲保留咗落嚟嘅古城牆，好容易就可以想象得到當年成個要塞同埋競技場嘅規模到底有幾咁壯觀。喺競技場遺址嘅附近，仲有另外一個好值得一睇嘅景點，就係羅馬軍營遺址。仲記唔記得喺博物館入面嗰一間房？嗰度就係重現翻呢一個士兵軍營嘅環境俾大家睇，等大家可以想象翻當時嘅生活環境。根據推測，當時呢度曾經駐紮過超過5000名嘅古羅馬士兵。而家行入嚟遺址嘅範圍，仲可以清楚咁樣見到石牆、排水渠等等嘅結構，保存得非常之完整。就算只係行過，都會感受得到當年軍營嘅規模。如果對古羅馬歷史有興趣嘅話，就唔好錯過呢度啦。今次喺 Newport 嘅市中心同埋 Killian 嘅旅程，雖然只係短短2日，但已經去咗唔少有趣嘅地方，體驗咗 Newport 嘅美食同埋歷史，係一次輕鬆得嚟又充實嘅旅程。如果中意我哋嘅影片嘅話，就記得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 出去，支持我哋繼續創作。我哋下一條片再見啦，拜拜。